欢迎来到艺文集，我们的旅程即将开始。今天，我们将带你一起探索地球上一些最危险，同时也最令人着迷的旅游景点。从珠穆朗玛峰的寒冷山巅到切尔诺贝利的静默废墟，这些地方既美丽又危险。它们向我们展示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强大力量。每一个目的地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挑战。今天，我们将深入这些神秘之地，揭开它们背后的秘密，感受那些只有最勇敢的旅行者才能体验到的极致探险。准备好迎接这场非凡的旅程了吗？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次既刺激又难忘的探索之旅。这是艺文集，世界上最危险的旅游景点特辑。现在就开始。第10名，山西悬空寺，中国。我们的探险之旅从中国山西的悬空寺开始。这座寺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古建筑奇观，它悬挂在峭壁之上，挑战着自然的极限。悬空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山附近的衡山金龙峡，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这座寺庙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建筑风格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奇迹。悬空寺建于几乎垂直的峭壁上，有数十根木柱支撑，看似悬于半空，因此得名。这座寺庙不仅在建筑上独树一帜，更是佛教、道教和儒教三教合一的文化象征。悬空寺内的殿堂和亭台沿峭壁而建，构筑精妙，同时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匠的高超技艺。对于游客来说，访问悬空寺不仅是一次视觉上的享受，也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站在寺内，可以俯瞰深邃的峡谷和周围壮丽的自然风光，感受古代工匠与自然的完美和谐。作为艺文集的第10名，悬空寺不仅仅是一个古建筑的奇迹，它也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这座古老的寺庙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他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魅力和文化深度。第9名，喀拉喀托火山，印尼。位于第9位的是印尼的喀拉喀托火山，一个以其独特的自然现象和极端环境而闻名的地点。喀拉喀托火山位于爪哇岛，最为人所知的是其火山口内的蓝色火焰。这些奇特的蓝色火焰是由火山释放的硫磺气体在高温下燃烧产生的，提供了一种几乎超现实的视觉体验。夜晚，这些蓝色火焰在黑暗中显得尤为神秘和迷人。然而，喀拉喀托火山的美丽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火山口附近充满了有毒的硫磺气体和蒸汽，这使得接近火山口的探险极为危险。这些气体不仅对人类的呼吸系统有害，还能在短时间内造成窒息。此外，火山的地质活动也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虽然喀拉喀托火山并不是一座经常爆发的火山，但它的活动状态和地质环境仍然需要谨慎对待。探险者在接近火山口时必须采取极其谨慎的安全措施。喀拉喀托火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他们希望亲眼见证这一自然奇观。尽管如此，它的危险性也使得这次旅行成为了一次真正的冒险。作为艺文集的第9名，喀拉喀托火山提醒人们，自然界最壮观的美景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对于那些寻求与众不同体验的旅行者来说，这里无疑是一个挑战极限和体验大自然力量的绝佳地点。第8名，地狱之门达尔瓦扎弃坑，土库曼斯坦。在艺文集排行榜的第8位，我们带您前往土库曼斯坦的达尔瓦扎弃坑，一个因其持续燃烧的火焰而被昵称为地狱之门的奇特地点。这个独特的天然气坑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卡拉库姆沙漠中，它的形成始于1971年，当时苏联的地质学家在这里进行天然气勘探时，意外造成了地面塌陷，形成了这个巨大的坑洞。为了防止大量有毒气体泄漏到大气中，他们决定点燃这个坑洞，希望火焰能在短时间内熄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坑洞从那时起就持续燃烧，至今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达尔瓦扎气坑的直径约70米，230英尺，内部的火焰在黑暗中闪耀，特别是在夜晚，它看起来就像是通往地狱的门户。这种神秘和壮观的景象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地狱之门不仅是一处自然奇观，也是对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强烈提醒。这个持续燃烧的巨大火坑成为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后果的一个象征。它的存在提醒我们，在探索和利用地球的自然资源时，必须保持对环境的尊重和谨慎。作为艺文集排行榜的第8名，地狱之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同时也是探险和自然奇观爱好者的绝佳目的地。第7名，挪威盖朗厄尔什 Trolltunga。 在艺文集排行榜的第7名是挪威的盖朗厄尔什 Trolltunga， 这是一个因其惊人的自然美景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全球闻名的旅游景点。盖朗厄尔什位于挪威莫勒鲁姆斯达尔郡，其名称意为巨魔之舍，源于其岩石的形状。一个巨大的岩石平台悬挂在约700米的高空，仿佛一位巨魔伸出的舌头。这个惊险的自然平台提供了壮观的景观，特别是对 Ranger Dalswood 湖的独特视角。到达盖朗厄尔什的徒步之旅是一次真正的冒险，全程大约需要10到12小时往返。旅程中穿越挪威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虽然这个徒步旅行对体力和耐力是一大考验，但到达悬崖边缘时，那种成就感和所获得的绝美景色是任何照片都无法完全捕捉的。盖朗厄尔什的美丽和独特性吸引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它的高度和地理位置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游客在访问时需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作为艺文集排行榜的第7名，盖朗厄尔什不仅是挪威自然美景的代表，也是那些寻求挑战和独特自然体验游客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仅提供了壮观的景观，更提供了一次心灵和身体的探险之旅。第6名，切尔诺贝利，乌克兰。接下来的目的地将带领我们进入一段历史的阴影之中。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是我们今天艺文集第6名的危险旅游景点。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之一。这起事故不仅瞬间释放了大量放射性物质，也使周围的城镇和村庄变成了人迹罕至的荒地。事故后，一个名为排除区的区域被划定出来，周围30公里内的居民被紧急疏散。走进切尔诺贝利，你会发现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空荡荡的街道，荒废的建筑，一切都保留着事故发生时的痕迹。这里的一切都像是一本打开的历史书，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但这些遗迹背后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险放射性污染。尽管经过多年，这里的辐射水平已经降低，使得短期的访问相对安全，但仍需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游客必须遵守规定的路线，不得随意进入危险区域，并且需要穿着专门的防护服装。切尔诺贝利如今成为了黑暗旅游的一个热点，吸引着那些对历史和灾难旅游感兴趣的游客。这里不仅是对人类历史的一次回顾，也是对核能使用的深刻反思。作为艺文集的第6名景点，切尔诺贝利提醒我们，有些地方的美丽和平静之下，可能隐藏着人类历史的阴暗面。游客在探索这些地方时，不仅能体验到历史的深度，还能感受到对于自然与科技的敬畏。第5名，死亡谷国家公园，美国。我们的艺文集排行榜第5名是美国的死亡谷国家公园。这个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的国家公园，以其极端的气候条件和壮观的自然景观而闻名。死亡谷是北美最热、最干燥的地区，在这里，温度可以升至接近60摄氏度，140华氏度。
而且这个地区的年降水量极低。这些极端的条件使得死亡谷成为了地球上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但正是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使得死亡谷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旅游目的地。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见证壮观的沙丘、岩屏以及独特的岩石地貌。其中最著名的景点包括恶地 Badwater Basin 的北美最低点，以及彩色岩石构成的艺术家驱动路 Artist S Drive。 尽管死亡谷的美丽吸引了众多游客，但它的危险同样不容忽视。高温和干旱条件下的远足需要特别的准备，包括充足的水、适当的防晒措施以及紧急救援计划。在某些情况下，高温甚至导致了游客的死亡。作为艺文级的第5名，死亡谷国家公园提醒我们，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自然界的壮观美景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挑战自身极限、尊重自然力量的地方。对于寻求特殊体验和自然奇观的游客来说，死亡谷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目的地。第4名，奥伊米亚康村，俄罗斯西伯利亚。在艺文级排行榜的第4名是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奥伊米亚康村，一个因其极端寒冷的气候而闻名于世的地方。奥伊米亚康村位于雅库特共和国，是地球上除了南极洲之外最寒冷的有人居住的地区之一。这个村庄的冬季极为严酷，温度经常降至-50摄氏度以下，甚至在1924年记录到了-71.2摄氏度-96.2华氏度，是有气象记录以来世界上最低的温度之一。生活在这样极端气候条件下的村民们展示了人类适应恶劣环境的惊人能力，从保持住房温暖到确保汽车在严寒中正常运行，每一项日常活动都充满挑战。尽管如此，奥伊米亚康的居民已经开发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方式，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近年来，奥伊米亚康逐渐吸引了世界各地寻求极端体验的冒险游客。这个村庄不仅提供了一个体验极端寒冷气候的机会，还让游客有机会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艺文级排行榜的第4名，奥伊米亚康村展示了地球上多样化的气候条件及其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个迷人的小村庄为那些勇敢的旅行者提供了一次独一无二的冒险体验，探索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和适应。第3名，卡米尼托德尔雷，西班牙。在艺文级排行榜的第3名是西班牙的卡米尼托德尔雷 （Caminito del Rey）。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步道的地方，不仅仅以其惊险著称，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这条步道沿着陡峭的悬崖边缘蜿蜒，部分路段仅有1米宽。早期的木板路面破损不堪，有些地方甚至完全消失。下面是几百米深的峡谷，想象一下，站在这样的步道上，一侧是岩石壁立的峡谷，另一侧则是深不见底的虚空。这样的景象无疑令人心跳加速。步道的名字国王小径来自1921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13世的一次访问。这次王室的访问提高了这条步道的知名度，并最终使其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然而，这条美丽的步道也曾经是危险的代名词。在未经修复的年代，由于步道的破败和缺乏安全措施，曾发生过游客或探险者不慎跌落悬崖的事故。尤其在1999年到2000年间，有多起致命事故发生。这些事故促使西班牙政府在2000年代初期关闭了步道，并在2015年进行了彻底的修复和重建。现在的卡米尼托德尔雷已经安装了固定的安全栏杆和坚固的木板路面，大大提高了安全性。如今，这条步道变得更加安全，但仍然保留了其原有的挑战性和惊险感。卡米尼托德尔雷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的旅游目的地，它还讲述了一个关于历史、勇气和人类挑战极限的故事。
对于那些寻求刺激和历史深度的游客来说，这个步道绝对值得一游。第2名，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中国边境。在艺文集排行榜的第2名是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也被称为珠峰，位于尼泊尔和中国的边境。作为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为8848.86米，29031.7英尺，是所有登山者梦寐以求的目标。珠穆朗玛峰不仅因其崇高的高度而闻名，还因其极端的攀登挑战而著称。山峰的恶劣天气条件、薄弱的氧气含量以及复杂的地形，使得攀登成为一项极端危险的活动。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蜂拥而至，试图征服这座巨人，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成功。珠穆朗玛峰的攀登不仅是一种体力上的挑战，更是一次精神上的考验。极端的海拔高度和变化无常的天气条件常常给登山者带来巨大的困难。此外，高海拔疾病如高原反应、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也是攀登者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尽管如此，珠穆朗玛峰的壮丽景色和攀登成就感吸引了无数的登山者。从雄伟的冰川到陡峭的岩壁，每一步都是对人类极限的挑战和证明。作为艺文集的第2名，珠穆朗玛峰不仅代表了自然界的巨大力量，也象征着人类勇气和决心的极致。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极限的同时，也要深刻理解和尊重大自然的力量。第1名，马迪迪国家公园，玻利维亚。在艺文集排行榜的首位是玻利维亚的马迪迪国家公园，一个以其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景而闻名的地方。马迪迪国家公园位于玻利维亚西北部，覆盖了从安第斯山脉的高原到亚马逊盆地的雨林等多种生态系统。这个公园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它的地理多样性为众多动植物种类提供了生存的环境。这里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包括捷豹、美洲豹、多种猴子、水獭、鳄鱼以及无数的鸟类和昆虫。而且公园内的植被同样丰富，从浓密的热带雨林到广阔的草地和湿地，为访客提供了一个探索自然奇观的绝佳场所。马迪迪国家公园不仅是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的研究天堂，也是那些寻求亲近自然和探险体验的游客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可以进行丛林徒步、河流漂流、野生动物观察，甚至有机会与当地的原住民社区进行互动，体验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艺文集排行榜的第1名，马迪迪国家公园不仅展示了地球上难以置信的生物多样性，也提醒我们保护这些珍贵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它为那些渴望深入自然、体验原始生态的探险者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目的地。随着今日艺文集的篇章缓缓落幕，我们希望这趟穿梭于世界各地危险之境的旅程，为您揭开了大自然与人类极限的另一面。每一处景点不仅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更是心灵勇气的试炼。感谢您与艺文集同行，一起探索这些充满惊险与美丽的地方。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奇迹，每一次旅行都是对自我了解的深化。如果您对我们的探险故事感到共鸣，请关注我们的频道，分享您的感受与见解。下次再会时，我们将带来更多精彩的世界探秘。这里是艺文集，带您一起发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祝您平安喜乐，探险愉快。